总有粉丝留言想改一台 iPad 外供电放在车里使用。今天改这台 iPad Pro 12.9寸，想升级车机的跟着做吧。这是帮一位游戏主播改的游戏直播平板，拆除了内置电池，使用外供电辅助。大家好，我是爱折腾的小杰，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如果你也爱折腾爱生活，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哦，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视频。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这款平板在试机以后，我感觉最震撼的就是这4个喇叭，给大家听一下。听起音乐来就感觉非常的饱满浑厚的感觉。拆这种 iPad 屏幕呢是没有专用的拆屏工具的，只能用这个吸盘慢慢的分开一点缝，插进去一个卡片分离屏幕胶。拆 LCD 的屏幕呢一定要谨慎使用酒精，如果使用酒精化胶很有可能会破坏背光，而且背光是非常脆弱的。拆屏幕的顶部要注意这里有面容解锁，吸盘的力度也要掌握好，如果用力过猛的话很有可能损坏外屏玻璃。总之就是 iPad 原装的屏幕非常的贵，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个屏幕拆的我一头汗，太紧张了。拆开以后开机看了一下屏幕，没有任何问题就放心了。拆下压片，咱们取一下屏幕的排线。拆电池前呢，使用一个 PVC 卡片插到电池座下方，断开电池与主板的供电，这是防止在我们拆解电池的时候意外损坏主板。屏幕拆掉以后，咱们就可以大方的使用酒精了。贴纸保护一下面容组件，防止落灰。电池的保护板我还需要继续使用，所以我就把它剪断与电池分离。我只需要把电芯拆下来就可以了。经过酒精润色过的电池就变成了一颗潮湿的芯，分离就变得更加轻松。为了避免酒精流到主板里面，咱们用吹风机吹一下。接下来咱们再拆另外一侧的电芯。苹果的产品呢，就是做的非常极致的薄，包括它的这个电芯也是。可以看到电芯下方是一个手机的 SIM 卡槽，这是一款支持蜂窝数据的 Pad， 加热下后壳快速挥发酒精。它这个电池呢也是副厂的，36瓦时9720毫安，满电电压4.35伏。既然是副厂电池，也说明这个电池小板也是副厂的。副厂的小板导致的一个问题，后面给大家说。这里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更换 iPhone 手机的电池，一定要记得把电池上的小板保留下来。原装的电池小板不仅做工好，而且里面有苹果的加密数据，可以用于后期移植电芯或改直供电。这位平板的机主呢，就是更换副厂电池以后，把原厂的电池已经全扔掉了。我现在呢是在电池小板上焊接一个法拉电容，接上一个可调电源，来测试一下平板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它的负载功率是多少，然后再去选择对应的电源模块，简单的做一下绝缘，装上屏幕的排线。上期视频我说安卓的直供电好改，就是因为它的保护板断电以后呢，不需要充电来激活它。而苹果的产品，如果你的电池完全掉电以后，即使你的电池现在还有电，也需要通过先充电才能开机。这其实就是电池保护芯片的一个程序设定。咱们在买电池保护板的时候，详情页就能看到，有的保护板是断电后需要激活，有的保护板不需要，通电就可以使用。其实各有利弊，断电后需要激活使用，有人认为安全性更高，而我平时使用更喜欢买断电或短路后几秒钟恢复供电的保护板。现在给平板一个4.2伏的电压，看一下它的相机启动功率。打开相机的一瞬间是17瓦，瞬间电流已经超过可调电源的5安，功率不够也不关机，就是因为我们串联了一个法拉电容，法拉电容存的电可以满足平板瞬间的用电需求。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游戏，刚开局就自动关机了。我猜测还是瞬间电流不够，我在可调电源的输出端接一个法拉电容。接下来反复测试了一段时间，发现并没有重启的现象。游戏时的功率稳定在10几瓦，根据粉丝要求的位置打了一个过线孔，拿一个橡胶圈套在打孔位置，防止开孔的边缘过于锋利磨破线皮，造成短路的风险。平板的用电功率比较大，咱们直接使用18号的硅胶线，线材的预留长度尽可能的短一些，这是为了防止大功率用电的时候线阻导致的压降。说一下平板双电芯的供电模式，这两个电池我测试的都是并联状态，也就是外供电我们接在哪一侧Let's go.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 feel like it's gonna be a bad day. Yeah, I'm tired of shit, and the coffee ain't hit yet, damn ain't that great. I don't wanna go to work, cause my boss is a jerk, and I'm not even that paid.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 cause I don't feel aliv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 I'm about to quit my job, cash in for a ticket. I'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t plan to visit. I'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m winning,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 need a big change,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 I need a big swing, home runs I'm hitting, and I'll never look back,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all. And we all got dreams, we all want things,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Yeah, this is my life, my strife, my right to fight, to die on. And this is my game to play, to claim a brand new name, oh. And I ain't gonna lie to you, I'm a bit nervous that I might screw everything up that I've ever done. But what's the point of living if you ain't having fun? I guess I'll try this, try that, might miss, gotta find what I'm good at. I guess I look here, look there, over where am I scared, where am I at? I gotta make it in this life, whatever makes me happy, know I'm doing things right. Sipping in the summer on a goose and Sprite, or find a nightclub for the end of the night, oh. And we all got dreams, we all want things,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版峰值功率可能达到10安左右。最后呢，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测试，就是找出 MOS 管的通断线路，直接给它直通，跳过 MOS 管。经过反复测试呢，我发现 MOS 管是控制负极的通断，而保护板上给预留出了 P 减的触点。那咱们就钩直通试一下，先给它上点锡。经过测试，就是现在已经挂上锡的这个触点，现在只需要将它与负极连通。连通的时候要记得与电池的 B 减是并联状态，而不是跳过电池的 B 减，因为保护板也是需要跟主板通讯的。断开 B 减可能会导致一些数据错误，比如说无法识别电池。焊接完成以后，插回 SIM 卡的排线，接完线以后，咱们就开机测试，疯狂的按拍照键。苹果的拍照连贯性一贯都是很好的，可以看万用表上现在的电压 4.4 伏，说明供电是很稳定的。现在问题解决了，很开心。原来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重启，居然是这个电池小板的问题。所以我说大家更换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把原装的保护板给保留下来。原装的不管是芯片还是 MOS 管，它的质量都是有所保证的。而副厂的配件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碰运气的。有人可能会说买电池要买一些绿联或品胜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手机或平板的型号绿联或品胜这些品牌他们没有，我们只能买一些不知名的小品牌。这个时候如果能把原装的保护排线留下来，进行电信移植，就可以很大程度的保证原装品质了。经过我一段时间的反复测试，重启现象完全消失了。咱们用数据线连电脑上艾斯看一下。充电次数显示88次，电池寿命98%。可以看到，经过我们挑线的电池小板，它的通讯是正常的，电池序列号、容量都可以正常的显示。电池厂商是深圳新旺达，这个也挺奇怪的，难道这个副厂电池也能用一个品牌的保护板吗？平板是20年生产的，副厂的电池保护板居然是19年的。看一下设备详情，这个 Pad 是美版的，处理器是 A12Z 8核仿生芯片。好了，重启的问题被我彻底解决了，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屏幕打胶收工了。这个平板我打胶打的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电池保护板是一个副厂小板，如果哪一天不识别了，咱们拆机更换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不要以为副厂的这个电池保护板就不会坏。我之前给我的 MacBook 更换过一次副厂电池，就是买的那种没有品牌的，使用居然不到1年，芯片坏了，电池循环才有2到3次，就发现电脑非常的卡。点开系统的关于本机，发现电池不识别，但供电是正常的，就是说明芯片坏了。一看 CPU 的运行频率只有800兆，有折腾过苹果笔记本的应该知道，苹果笔记本我们把电池拆掉以后，直接使用外供电，苹果的系统就会把 CPU 频率锁在800兆赫兹。800兆赫兹的时候，移动鼠标它就会很卡，更别提使用了。而拆笔记本时，苹果原装的电池保护板我没有保留，直接扔进垃圾桶。后来想想真的是太后悔了。原装电池再不难用，我发现在二手平台你都能卖得出去，就是因为电池上有一个保护板，我们可以通过移植电芯，让电池恢复续航以后，它的芯片依旧识别为苹果的原装电池，不仅可以省下大几百的第三方电池费用，也更加耐用了。我买的这个3方电池虽然是个杂牌，但也要300多。屏幕打完胶以后，咱们给它点重力，让胶在固化的时候屏幕贴合的更好。放置了一宿，胶已经干了，现在咱们接模块。输入端使用的是一个 DC 接口，就是咱们家里面路由器和光猫用的那种电源适配器接口。这种接口的电压通常都是12伏，咱们的供电范围是8到16伏，所以大部分的适配器呢都是可以使用的。前提要保证这个适配器的峰值功率不能低于30瓦，也就是12伏3安。宽电压供电呢，我们用在车上的话就更方便了。通常轿车点烟器口的电压是11伏到14伏左右，这个降压模块是刚刚好的。最后咱们称一下重，拆电池之前的重量是640克，拆完电池以后的重量是546克。这是因为咱们的模块和法拉电容占了一定的重量，这样咱们拆完电池以后放在车里高温的环境就会更加安全。看时间点，马上又是凌晨了，平板的改装可算又接近尾声了。现在呢就是改装完成以后的效果。背面呢是咱们做的一个降压模块，供电设备使用的是我中兴路由器的电源模块，12伏3安。打开一个超级费电的 APP。相机拍照测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重启现象。
用平板连上我的 Win 机出去飞了半个小时，持续最高亮度，使用中也没有任何的重启现象。这期的平板改装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我的改装经验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平板我研究了半个多月，最终还是成功了。爱生活爱折腾，我是爱折腾的孙思杰，下期视频见。